美国又有大动作了。3月24号，两架美军空军所属的 B-1B 战略轰炸机靠近俄罗斯边境，并且和俄罗斯空天军正面遭遇了。然而，仅仅过了2天，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了。整个事件是疑点重重，没有人知道美军到底要干什么。今天大兵就和各位一起聊一聊这件事情。视频开头大兵先和各位交代一下时间、人物、地点。最早的报道是出现于美国东部时间3月24号下午1点，从德克萨斯州戴斯空军基地起飞的2架隶属于第7轰炸机联队的 B-1战略轰炸机，横跨4800多公里，经过挪威的领空来到了这里，并且接近了俄罗斯领空。期间还有3架 KC-135R 空中加油机。从英国皇家空军米尔登霍尔起飞，经过了挪威和瑞典的领空，在北极圈加油之后返回。随后这2架 B-1轰炸机继续向东北飞行，离开了挪威，进入巴伦支海的国际空域，并且向俄罗斯的科拉半岛的领空靠近。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消息，是俄罗斯的雷达系统率先发现了这2架靠近的 B-1。俄罗斯的防空部队正在值班的一架米格31从摩尔曼斯克地区的一个空军基地起飞，对这2架 B-1B 进行了拦截。而当2国飞机相遇后，并没有发生任何冲突。B-1B 在和米格31短暂接触后，就立刻掉头离开了，并且飞往了西班牙的莫龙空军基地。俄罗斯媒体报道了这件事儿，但是美国没有做出任何回应。然而短短2天之后，也就是3月26号，相同的事件再次上演了，还是2架 B-1B 在同一个位置遭到了米格31的拦截。有兄弟可能会觉得这怎么了？美国飞机靠近俄罗斯空域被拦截，也不是1次2次了，有什么好说的？这就是问题的关键。这次拦截事件相比之前发生的小摩擦，有3个非常诡异的地方，那就是路线、动机以及美军的其他动作。刚刚大兵说了，这2架 B-1B 是从美国的德克萨斯州起飞的，目的地是西班牙的莫龙空军基地。然而这2架 B-1B 在飞过了大西洋之后，没有去西班牙，而是直接拐弯，经过了挪威，飞往了俄罗斯的领空。为此甚至还进行过一次空中加油。这就让人有些想不通了， B-1B 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经常看大兵节目的朋友或许能想起来，最近北约不是正在挪威军演吗？这2架轰炸机是不是去参加军演的？这个说法是有一些道理，但是我们要注意，根据北约司令部的消息，在挪威海上的军演早在3月14号就结束了，而且军演中确实也有 B-1B 的参加，同样还是2架，但那2架是属于第28轰炸机联队的，和这次事件的主角不是同一批。他们在2月23号抵达了瑞典，参加了北约演习，并在2月29号返回了美国境内。所以说这次 B-1B 进入北极圈和军演是没有什么关系。这里大兵和不了解的朋友简单介绍一下 B-1B， 这是一种长45米的重型战略轰炸机，有1个半篮球场那么大，并且它还采用了可变后掠翼设计，最高速度达到 1.25 马赫。俄罗斯的图160就是参考了它。最重要的是 B-1B 拥有23000公斤的载荷，能够发射美军大部分的空射巡航导弹以及精确制导炸弹，甚至是 B-61和 B-83核弹。记住这一点等下大兵还会再提及。所以这样一架破坏力恐怖的战略轰炸机，每一次部署的背后都必定代表着美军的某种战略考量。美国空军司令部不可能让这2架能携带核弹的大杀器在没有护航编队的情况下飞到俄罗斯的领空附近转悠。更重要的是，这2架飞机的原本目的地是西班牙，但起飞之后路线却完全不同。试想一下，如果俄罗斯空军不使用米格31进行拦截，那么这2架 B-1B 会飞到哪里去呢？难道是直接飞进俄罗斯领空吗？可惜的是，美国官方对此事还没有任何评论，因此我们无法得知具体情况。所以接下来大兵就尝试分析一下美军战略轰炸机连续2次靠近俄领空的动机。让我们回到事件的发生地巴伦支海，这是一片被群岛包围的海域，在挪威和俄罗斯接壤。按照俄罗斯媒体的描述，如果 B-1B 从挪威领空离开后立刻在巴伦支海上转向，
并且朝俄罗斯飞行，那么这个行为是极具攻击性的。因为俄罗斯最强大的舰队北方舰队，它的司令部就在这2架 B-1B 的航线附近。目前北方舰队的司令部位于北摩尔斯克，这是一个港口城市，城市旁呢有一条名叫克拉湾水路，直通巴伦支海，与挪威的边境呢距离呢只有110公里。目前俄罗斯海军的大量主力，比如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2艘基洛夫级重型核动力导弹巡洋舰都在北摩尔斯克附近的水域中，而事件发生时，他们距离事发地也不足100公里，完全在空射巡航导弹的射程之内。所以说B-1B 这2次靠近俄罗斯领空的行为是极具威胁性的。更重要的是，在不久之前，五角大楼宣布将开始生产一种基于 B61 核弹的新战术核弹，当量为36万吨，大约等同于24个广岛核弹。B61 呢是美军在1963年设计的一种中低当量的战略核弹，最初的当量呢为30万吨，而美军现在生产的呢被称为 B6113。虽然五角大楼声称该核弹目前只准备装备在 B21 战略轰炸机上，不过 B-1B 同样也能携带其他版本的 B61 核弹。未来由 B-1B 携带该核弹并非是没有可能，但是大兵认为这次美军的目的只是为了震慑俄罗斯。如果这2架 B-1B 需要执行攻击任务，是不可能单独出现的，身边必然有一个轰炸机护航编队，而这次2架 B-1B 是单独出现的，这至少证明他们不会有攻击意图。当然，俄罗斯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只派出了1架米格31就把这2架 B-1B 给送回去了。综合来看，美军的这次动作主要还是因为俄罗斯地面部队最近在乌克兰战场不断的取得进展，同时俄罗斯的大规模扩军也让整个欧洲都感到了不安。北约又一次见识到了俄罗斯惊人的战争潜力。即便欧洲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已经开始大规模扩展军工，但其生产炮弹的数量依旧不足以向乌克兰供给100万发炮弹。而俄罗斯呢，在炮火烈度是乌军10倍的情况下，也没有出现过缺乏炮弹的问题。所以作为北约的领头羊，美军必须做出一些动作，无论能否震慑俄罗斯，至少能够向其他北约国家表现自己的态度。另外，这2架战略轰炸机放在西班牙的军事基地里，也是给欧洲吃一颗定心丸。这个动作让那些感到俄罗斯威胁的小国是更加具有安全感。当然，这个推论呢，只是大兵结合公开资料想出的一个主观看法。世界局势是在时刻变化的，未来会怎么样，谁也说不清。大家有什么看法，也欢迎发表在评论区。2月27号，乌克兰哈尔科夫州军事管理局局长奥列赫·西内胡伯夫表示，俄罗斯在哈尔科夫使用了一种新型炸弹，该武器被称为 D30， 射程可达90公里。这是一种小口径的制导滑翔炸弹，而且制作非常简单。莫斯科共青团报报道了它的制作方法，只需要在一根管子里塞上100公斤炸药，再将成品的卫星制导模块连接在机翼上，最后经过手工组装，一颗崭新的滑翔炸弹就做成了。由于结构简单， D30 的用途呢非常广泛，只要能把它打到空中，该炸弹呢就能顺利发射。如果俄罗斯接下来大量使用这种武器袭击乌克兰的民用设施，那么将会对乌克兰造成非常大的麻烦。毕竟从制作流程上看，这种滑翔炸弹太过廉价了，而且不需要专业的流水线，100公斤的炸药足以对绝大多数的混凝土建筑构成有效威胁了。俄罗斯使用此炸弹的目的在于继续增加乌克兰国内的压力，通过这种手段来侧面削弱乌军的意志，并且尝试改变正面战场僵持的局势。目前在哈尔科夫州，俄军在上周取得了一些进展后，就遭到了乌军的顽强抵抗。即便每天都在进攻，但战线依旧没有明显变动，这使得俄军不得不使用新型武器和新战术以改变现在的局势。而在顿涅茨克，俄罗斯军队向巴赫穆特以西推进，形成了一个长 1.15 公里、宽 1.85 公里的突出部。俄罗斯第98空降师正在伊万尼夫斯克附近推进，距离西夫亚尔市区不到500米。大兵说过了，西夫亚尔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旦西夫亚尔失守，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尼夫卡就危险了。这是顿涅茨克州的交通要道，2条铁路干线在这里交汇。一旦俄军占领这里，就可以沿着交通要道进行机动，其战略意义是要比阿夫迪夫卡更重要的。而在阿夫迪夫卡方向，俄罗斯军队向西推进，目前呢已经到达了别尔迪奇和奥尔利夫卡
正在和塞梅尼夫卡的乌军进行阵地争夺战，但收效甚微。至于在赫尔松和扎波罗热，俄乌双方呢还在对峙，俄军似乎丧失了春季攻势的那股冲劲儿，陷入了疲软期。但乌克兰国防部认为这是俄军在准备更为巨大的攻势。与此同时，俄军最大的空袭行动仍没有结束。在26号夜晚，俄军发射了13架 Shell 的136-131无人机，乌克兰防空部队击落了其中的大多数，但是俄罗斯还是使用数枚亚音速巡航导弹袭击了包括哈尔科夫市在内的乌克兰主要城市。乌克兰南方作战司令部发言人娜塔莉亚·胡梅纽克上校表示，俄军目前在克里米亚地区储存了几十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而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已经在该方向上部署，并且能在其末端减速至3马赫时将其击毁。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大兵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